男人为了挽留即将离婚的妻子，就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掏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针管。等妻子彻底晕倒在床，男人又把妻子双手绑了起来，就连嘴巴也被他缠得严严实实。可不管妻子如何拼命挣扎，男人也依旧不为所动，甚至内心萌生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因为就在几个月前，男人还是医院里的救护人员，然而看似人畜无害的他，却手脚十分的不干净，每次都会趁着救护的空档，偷偷拿走女伤者的贴身物件。如果遇到一些不值钱的，他就拿回家收藏起来，但如果是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那就转手卖掉赚外快。甚至他还荤素不忌，就连刚咽气的老太太也不放过。而他之所以有这种怪癖，都是源于他的精子成活率太低，与妻子结婚多年都没曾怀上过一个孩子。可他太过大男子主义，常常回避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然而为了隐瞒妻子，竟把所有问题归结在妻子的身上，导致妻子既自卑又愧疚。可令妻子没想到的是，丈夫经常偷看她的聊天记录，甚至还会一字不差的全部看完。也就是因为常常查看里面的内容，才导致她有了莫名的危机感。由于常年道貌岸然的伪装自己，促使本就自卑的她开始日益变得更加变态。或许是上天为了惩罚她，竟然在一次执行抢救任务时，途中意外发生了一场车祸，导致男人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再也没有了站起来的机会，同时还因此失去了唯一的工作，只能每天傻傻地坐在家里，承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这也导致养家的重担竟全部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可为了能多赚点钱，妻子不仅白天要去上班，晚上还得去图书馆攻读兽医学科。起初生活还勉强过得去，但男人在狂刷短视频的时候，竟无意间接触到了一款全方位的监视软件，这瞬间让男人打开了新世界。于是他将软件植入进妻子的手机，无论妻子手机里发出什么信息，他都可以通过笔记本实时查看，再也不用偷摸着看妻子的手机。如果说这是男人的大爱，那你就有点太看得起他了。虽然他的双腿已经彻底残废，但心思却特别的活跃。对待康复中心的女护士，时常都会说出各种赞美的话，然而护士却并不买账，让他凭自己的本事证明一切。可当他一回到家，就对妻子开始百般刁难，好像双腿残废的同时，双手也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唯独只有嘴巴用起来尖酸刻薄，时常说出一些恶毒的话。可当得知妻子已经成功完成学科，并且准备辞职掉现在的工作，去宠物店当个实习医生时，他立马开始质问妻子。¿Quieres dejar el trabajo por unas prácticas y no sabes de qué vamos a vivir? Yo no puedo con todo. No, dime, ¿de qué vamos a vivir? ¿De mi pensión de mierda de invalidez? No te das cuenta de todo lo que hago por ti. ¿De lo que tú haces por mí? ¿Y de lo que yo he hecho por ti todos estos años? 这让妻子哑口无言。难道夫妻之间就不应该相互扶持吗？瞬间气的妻子转身就走，毅然决然的要去实习。这也让男人感到莫大的无视感。但还好他有监视软件的加持，让他第一时间能得到妻子情况，仿佛妻子所有的行踪都被他完全掌控。怎料这天半夜，自己的伤口突然剧痛起来，他赶忙给妻子打去电话，结果等来的却是无法接通，这让男人十分的生气，只能坐着轮椅来到厨房，取下妻子准备好的备用止痛片。可等他把药吃完，心中却想到一个借题发挥的恶毒念头，于是把剩下的药片全部藏了起来，然后端坐在客厅等待妻子。怎料妻子上完夜班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目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热情地和邻居家的狗打起了招呼，仿佛身为丈夫的他还不如一条狗备受妻子的关注。于是他开始质问妻子，为什么昨晚电话会一直关机。 Se me ha acabado la batería. Tengo mucho dolor y me has dejado el bote de calmantes vacío. Había un bote entero en el He armario. buscado por todas partes y no había nada. ¿Cómo que no? Sí, los dejé aquí. Te estoy diciendo que ahí no hay nada. ¿Cómo puedes olvidarte de algo tan importante, Vane? 妻子赶紧找了一遍，果然发现没有，可男人依旧不依不饶地谴责他。为此妻子只能向他道歉。眼看丈夫非常生气，她赶忙拿上包包就要出门购买，而男人并没有闲着，赶紧从盒子里掏出细针，然后依次插入准备好的生牛排，急急忙忙地来到公园，然后找到邻居家的那只小狗，趁着邻居一个不注意，把准备好的牛排投喂给了小狗。回家后的他又开始监听妻子，果然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妻子的反感。为此他特地给妻子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送了一条裙子给妻子。等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妻子也穿上了他新买的裙子。殊不知这都只是男人计划的一部分。为了挽留妻子，他提前把造娃的事情提上日程，这让妻子很是开心。但眼看丈夫的现状肯定很难，于是趁着男人淋浴的时间，她给闺蜜发去了短信，结果却听到房间里的电脑传来提示音，随后便拿着手机走向房间。随着手机不停收到回复，房间里就会传来一阵回音。好奇的她赶紧开门查看，发现丈夫的电脑里正好有个程序，于是她点开摄像头，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大腿。不敢相信的她拿起手机，竟发现正是同步了自己的手机，这让妻子瞬间后背发凉。没想到丈夫一直都在监视自己，她赶忙收拾行李，打算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男人。与此同时，男人在浴室里寻求帮助，却迟迟没有等到妻子的回应，于是赶忙推开浴室的门，竟然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仅剩那件刚买的粉色连衣裙，这让他顿感不妙，慌忙地跑进房间查看电脑，
果然一切都已经晚了，可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男人却依旧不肯罢休。于是他开始偷偷监视起妻子的行踪，发现自从离开他之后，妻子竟然变得明媚开朗起来，不仅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很快交上了一个新的男朋友。然而让他感到可悲的是，那个男人竟然是自己的前同事马克。他立马跟踪起两人，结果却来到了一家母婴店里，两人正开心地探讨着眼前的婴儿车，还做出十分亲密的动作。显然妻子已经怀有了身孕，并且还不是他的。为此他找到医院里的朋友，谎称自己需要麻醉剂来止痛。紧接着来到第二天，他便开始制造机会偶遇妻子，然后利用多年的感情来诱导她。然而妻子并非对他毫无感情，主动要将他送到楼下。可刚到楼下，男人竟然还不甘心，谎称自己找到了妻子的护照，让他回到家里直接取走。然而就在妻子弯腰寻找时，男人却举起了针管。等妻子从麻醉中苏醒，自己却早被捆住了双手双脚。本以为男人会上前安慰，不料却打开了一旁的音乐盒，试图来掩盖妻子的求救声。紧接着拿走妻子的手机，并给马克发去了分手短信。等他做完这一切，就将手机丢进了一旁盒中。直到晚上，他才慢悠悠地回到家，将播放许久的音乐全部关闭，确认妻子不会再呼喊救命后，这才将他嘴上的布条扯下。怎料妻子又突然大叫救命，慌张的男人赶忙堵住他的嘴。在妻子彻底无法发出声响，他从抽屉里掏出麻醉剂，又给他来上了一针。怎料男人刚出门就遇到了寻找妻子的马克，他渴望从男人这里找到妻子，可男人怎么会告诉他真相？于是谎称自己很久都没有看到妻子，并且对妻子的行踪一无所知，这才将焦急的马克打发。直到第二天，妻子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男人全部解绑，可刚想起身，却发现双腿不听使唤。¿Qué me has hecho? Solo es anestesia epidural. 妻子不敢相信，端坐在眼前的男人竟然要让自己和他一样坐上轮椅。可男人为了庆祝，竟然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还好心的给妻子递出食物，试图寻找自己曾经的自信。眼看男人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妻子随手拿起酒瓶砸了过去，然后趁机离开房间。怎料男人变得怒火中烧，快速掏出一针麻醉剂，很快妻子就陷入昏迷，但嘈杂的声音引来了邻居老头。男人开门准备打发他，可老头却不依不饶的要进去查看。眼看无法摆脱老头的纠缠，男人只好让他进到屋内查看。可刚看到妻子躺在地上，身后的男人一刀刺进他的腰子，在老头倒下的同时，他又顺便补上了几刀，这才解决了眼前的最大麻烦。紧接着他又找来黑社会，拿出一大把钱拖走老头尸体。很快警察就找上了门，本以为是对老头的事情进行盘问，结果却询问前妻的失踪案。原来是焦急的马克报了警，作为前夫，男人就成了第一嫌疑人。然而警察对他却不屑一顾，显然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怎么可能拐走一个活生生的女人？随后便对他打消了怀疑。可警察刚离开不久，男人就从妻子的包里翻出钥匙，然后潜入到马克的家里，趁着马克上厕所的时间，拉开浴帘就来上一针。直到凯特彻底昏迷倒地，他又给凯特灌入大量麻醉剂，紧接着整上半瓶烈酒，同时在离开之前把药瓶和酒瓶放在茶几上，伪造出意外自杀的假象。事后他的心情大好，还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睡床，并为妻子购置了一把轮椅，让两人看起来更像是一对完美的夫妻。然而为了挽回妻子的心，他还精心准备了一枚复婚戒指。可妻子表面上答应了他，却在进卫生间假装洗澡的时候，偷偷将指甲剪塞进裤裆，还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晚上男人发现妻子正在发烧，于是准备去药店买药。然而他刚出门，妻子就掏出准备好的指甲剪，一点一点地剪断绳子，然后爬到一旁拿起螺丝刀，拼尽全力别开紧锁的房门，向着大门的方向爬去。可就在他扶着栏杆走出不远，电梯里的男人突然赶到，眼看妻子即将逃跑，男人赶忙从电梯里出来，顺着妻子逃跑的方向追赶。怎料妻子一个不小心，直接掉到了下面一个平台，男人也不管不顾，坐着轮椅就冲了过去。为了赶紧抓住逃跑的妻子，他也顺着楼梯滑了下去，正好抓住了妻子的脚。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的打斗，丝毫不给对方任何情面。眼看男人即将掉下楼，妻子赶忙掏出身上的螺丝刀，迅速朝着他的身体砸去。可男人依旧抓住栏杆，为此妻子再次砸向他的手掌，最终成功将男人推下了楼。本以为影片就此结束，结果男人并没有彻底摔死，如今的他成了重度瘫痪，除了脑子和眼球还能转动以外，其他的部位基本无法动弹。 ¿Te alegras de verme? A partir de ahora, seré yo quien cuide de ti. 至此影片全部结束。